大家好，本期节目我记录下从我住的地方到法拉盛，是在另外一个区，离我这里坐地铁要1个多小时。先是出站之后看到的情景，我发现很明显，在纽约很多这个大纪元的这种卖报纸这种机器，我真的不理解，还有人花钱呢，花钱去买这种破报纸来看，真的难以理解。当然还有其他报纸，现在看报纸的人估计都是比较落伍的了吧？因为现在有手机啊，谁还看什么报纸？这里右边有个华人或者是什么其他人，估计呢是润出来的，在乞讨，活不下去了。我就想，难道他不知道哪里去挣钱吗？要在这样街头站着，然后乞讨，我看见半天没有一个人给钱给他。再往前走几步，看看这附近到底什么样子。你看很多很多的中文的东西，周围反正整个环境就这样了啊，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楼房，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楼房。它的这里的街道也不是特别的平，我发现美国都差不多吧。好，现在又往回了，你看这个人还是默默地站着在那个地方，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，他的家人知不知道他活得怎么样啊？哎，也挺难的。有的人润过来之后混成这样，我觉得他心里肯定是五味杂陈吧。这是个地铁的入口出口，这又是一个，这个口呢它是有那个电梯的，然后这也有人在乞讨。这个人呢不是华人，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。这段人挺多的，等一下呢我就进去买一些食品啊、用品啊，因为自己做饭比较经济点，也不可能天天在外面吃饭啊，而且我住的附近没有好的餐馆，所以还是来这里坐地铁坐了1个小时1个多1点过来买东西，因为这里的店比较大，它的货很齐，估计价格也不是特别的高吧，等一下我们看看就知道了。进来了，然后它是一个规模非常大一个超市，你看它这个生抽要2.99，还蛮贵的，所以我就选了一瓶稍微便宜一点的。你看这老干妈要4.99，也就5美元呐。老干妈这样一瓶，在国内大概是10块人民币，这里是5美元。好，我们看看鸡蛋吧。大家注意啊，这个大妈右边这个大妈，她一直在翻啊，在比，打开这个鸡蛋，然后对比又放回去。你看，已经起码1分钟了，她一直在每一盒都打开。像这种大妈呀，我真是无语了。难道一点事都没干吗？即使小一点点又怎么样，对吧？你看，又打开一盒，哎，真的无语。不知道是哪里的大妈，肯定是中国的啊，出来跟他的儿女，我估计吧。这另外一个大妈稍微好一点，她没有对比。这里呀、2块豆腐是2点多美元，前面那个一盒鸡蛋是5美元左右，一盒一打是12个，然后这是肉，肉大概是6美元一磅，一磅是9两啊，也就是6块多到7美元左右一斤，相当于人民币啊。然后牛肉就更贵了，所以完全不像网上说的，你看人家美国的食品多便宜啊，怎么样，对吧？你看这过桥米线7美元这样一包，可能就是1公斤左右。然后像这种泡面都是1块钱一包，这个是1公斤是500克4美元，这些价格大家都看得见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包是8美元，大概是差不多2公斤吧，1点多。然后是菜啊，都是2美元左右一斤，不是9两，也就是2.2美元9两。水果
很多是卖个啊，一个一个的啊，有的1磅的。反正我发现啊，这里的水果蔬菜，就是相当于国内的那个人民币和美元同价，就是国内的人民币在这里换成美元了，根本就不用比价。大家看看对不对？这是9两的价格呀。然后我对比了前面的鸡蛋呀、肉啊，我发现鸡蛋和肉相当于国内的1半那么贵吧。所以我就说，如果是不折合人民币的话，相当于国内的半价。然后蔬菜水果相当于国内的价格。也就是说，综合起来，我觉得还有其他生活用品啊，综合起来，大概就是人民币的价格就是美元的价格，也就是1:6、1:7左右。也就是美国这边的唐人街这边的价格，跟国内的相当于国内的6、7倍那么高。所以啊，在这里赚美元花美元，在国内赚人民币花人民币，我发现其实都差不多，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。然后采购之后我就出来了，出来之后大家看看有没有国内农贸市场的那种乡镇农贸市场的景象。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，就相当于我们小地方，比如说桂林啊那种工程那种地方，或者是荔浦啊，或者是南宁乡下的某些地方的那种农贸市场的景象，它的环境啊，还有卖的东西就这样的档次，你看，都是几美元、10美元的左右的东西，然后街上的景象也差不多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特别豪华或者繁华的。然后这一堆，你看这里好多相当于我们那里农村大妈一样的人在这里选购，10块钱一件的，就这样，你看，他们选的特别的起劲儿，对吧？在对比啊，在扫货啊，10块钱的啊，是不是特别像国内农贸市场？我真的觉得有时光倒流的感觉，来到美国，全世界最发达国家吧，然后来到这种地方，这是法拉盛唐人街啊，周围的环境也特别特别的差，给我的感觉真的很差，很不好。这有什么办理绿卡的留学美国梦留学绿卡，就这样的环境，帮你办理，你信得过吗？还是骗钱的？好多人按喇叭呀，开车的，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脏乱差。水果我觉得也不便宜啊，反正我真的没觉得这里的美国的物价很便宜，完全不像原来在网上那些人吹的美国什么收入高物价低，好像不要钱似的，对吧？哎，实际情况不会这样的。我来到这里看到之后，真的几乎相当于国内人民币把那个符号换成美元了，就这样。综合跟他那个收入比起来，还是稍微比国内便宜点吧，综合起来，但是没有便宜到很离谱那么地步，好像不要钱的人家那个在网上吹的，不是这样的啊。大家注意看就知道了。一般那个他们的蔬菜都是2磅左右到3磅左右的9两，对吧？然后这样一把这个香菜2美元左右，人民币15块钱左右，一小把香菜。所以这样算起来其实也不便宜哦。就是说，如果是拿国内的人民币过来消费，肯定是非常吃亏的。然后我逛了一下之后，觉得没有意思了，然后我就等一下往回走了。都这样的啊！我告诉大家，我一直呢都是戴着我的智能眼镜，国内那个雷鸟 V3 Slim， 因为这样比较隐蔽些，拍摄也比较呢那个方便。人家也不会发现，对吧？我是尽量避免拍特别近那些人，当然这是在公共场合，在街上啊，就不可避免的会拍到人家脸，那是没办法的啊。但是我没有专门去拍人家脸，我没有专门去拍，
你看他这警察也戴着口罩的，看不见他的脸怎么样？反正这个整个法拉盛给我的感觉就是国内，县城那种风格，真的是县城的风格，农贸市场的风格，完全比不上国内那种1、2、3、4线城市的繁华，或者有点像上次我去长沙那种比较落后一点的地方那种风格，有点像。好，现在我已经是往回走了，因为也逛得差不多了，来来去去都这样，对吧？大家也看见了。你能想象这是纽约吗？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的一个华人的地方，一个唐人街叫法拉盛，就是这样子。哪一天我再去那个皇后区的另外一个地方去看看，还有呢布鲁克林的另外的地方华人街去看看啊，唐人街。好了，接下来我又走下地铁去坐地铁回去那个回住的地方，一直在往下走。纽约的地铁是特别的低矮的，就是你用手稍微摸一下就可以摸到那个天花板，甚至有的时候人那个稍微高一点，我觉得都会撞着头，真的可能就是1.9米左右，最多就可以撞到那个天花板了。这个站相对来说是比较干净的啊，没有那么多的闲杂的人员，那墙壁也没有那么多的那个狗皮膏药，所以相对感觉也不错，灯光也够。现在晚上11点钟，等一下我去附近超市去看看，就是美国人的超市啊。那个人在抽大麻。刚才打电话那个黑人，抽大麻不是什么违法的事，在美国啊，这太平常了。就是有些留学美国的人所说的，空气中有香甜的味道吗？那个云南女生对吧？去超市去看看，2年之后美国超市的物价到底有没有什么变化啊？晚上这运垃圾的车上班了，刚才到时差，我下午从那个法拉盛回来，我睡了大概7个小时，天昏地暗，醒起来的时候已经晚上10点钟了，然后吃了点东西。这是地铁站1号线的入口，也是有什么破的伞啊、垃圾啊。这店可能关门了吧，因为晚上11点了，街上人也不多了。我现在都是戴着眼镜拍的，因为不敢手持什么设备在拍啊，所以出门在外还是要小心。这离哥大只有1个站，所以附近呢有不少哥大的学生。你看这店都关门了，好像那个超市也关门了吧？等一下看看，你看外面都堆满了垃圾了。是人家的店放在这里的，不是随便丢的啊！像这种是随便丢的。哎呦，我觉得都关门了，看来马上还是回去吧。对，这超市关门了，哎呀，白跑出来一趟，只能打道回府了，不想出去逛了。有的朋友说这是纽约最乱的一个区，其实不是。这区我前几年还看过德国一个纪录片，是说原来这里治安不好，但是这几年，特别这10年来，
有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过来了，然后呢也装修了一些房子啊。总体来说，这里的治安比以前好多了。那治安不好真的是以前老黄历的事了。加上这里是哥大附近，所以很多的学生在这边租房。这里房租一居室的，想想看多贵吧？一居室大概20多平米左右。我的朋友告诉我，大概要$2500一个月，一居室啊。哦，这是有一个人哦，我没注意看，我以为是堆垃圾啊。天哪，是个人躺在那里。我们再看看，这里还有大纪元的报纸这个箱，那里有一家银行，2家银行。然后呢，这里是地铁站，对吧？我每天经过这个地铁站，这里相对来说治安是比较好的一个区了。现在，也许哈伦区别的地方可能治安差一些，但是这里，我的朋友告诉我，他说这里治安一般是没什么问题的，看上去不是特别干净，但是治安没问题。总体来说吧，我觉得像这种西方国家的城市大同小异。你看，我去柏林拍的也差不多，对吧？也是所到之处呢都是脏兮兮的。这就是他们所谓这发达国家这种大城市的景观吧。巴黎也没好多少。都差不多，给大家展示一下吧。我从这里这地铁站上去，这里有把那个破的雨伞，上去呢我穿过去，过那边去啊。它的电梯特别窄，只容一个人过，胖一点的人都会把两边都夹住了，我觉得。我回头看有没有人，我老是担心有人从后面攻击啊。地铁特别响，特别响，真的。特别嘈杂，声音来了。地铁从我头顶过，你看地铁也没什么人了，现在有一个人值班。平时我见到有人跳进去不买票的，现在是出站的，进站的没有。你看现在出来的没有多少是黑人啊，对吧？你看出来又是个白人，那个里面有个黑人不太正常啊。他是有票的那个人，我就从这边下去了啊。这就是一个地铁站，什么管子都是裸露的，因为比较老了嘛。大家看都比较老了，所以这样。当然是跟中国的基建是没法比的了啊！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纽约的地铁站，而且是地上的啊这一段。从哥大过来就是地上了，哥大的还是地下。到处是大纪元的东西。我看在美国人还是没有在德国人守那个交通规则。他们反正不管红灯绿灯，觉得没车就过。这家那个北京园开了好多年了，开了10多年了吧，他们也差不多关门了。不知道现在价格怎么样了，没进去看。这些呢都是餐馆，因为现在11点多了嘛，所以没什么人了。加上今天周2，对。你看地铁又过了，特别响。1号线肯定很扰民的，两边的人都听得见。好了，就本来想去超市给大家看看，哪知道已经关门了。这家中餐馆也关门了，饺子楼又快到家了，那就拍到这里吧。